中国对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改变立场，与冲绳官员沟通，反击日本的手段很高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外相时隔3年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就多个敏感问题展开了交流。但是保持沟通、建立军事热线是一回事，想把日本从反华的道路上拉回来，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自从中国的 GDP 超过日本以来，特别是中国大陆有可能统一台湾的情况下，日本陷入了空前的焦虑。其政府现在把自己定位成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堡垒，甚至主动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还在推动日本国家正常化，将军费开支提升至 GDP 的2%，并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对于中国应该如何反击日本这个问题，其实口头抗议作用有限，以俄罗斯联合展开轰炸机和军舰巡航，向日本施压，作用呢也不会太大。倒是最近中国干的2件事比较有意思，这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敲打日本的一个好办法。第一件事是，中国与冲绳政要展开官方沟通。日前，新任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与冲绳县副知事赵无义时举行了一次闭门会晤，这也是吴江浩大使上任之后会见的首位日方高层级的地方官员。不要说冲绳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2战结束之后也没有划给日本。虽然中国没有公开推动冲绳独立，但是与冲绳政要加强沟通，也能让日本的右翼分子感到很难受。毕竟美军在冲绳的存在，日本要武力干涉台海，都离不开将冲绳军事化。日本自卫队正考虑以陆自第15旅团为基础，组建所谓的冲绳防卫集团。一旦发生台海冲突，美日下场干涉，那么冲绳将面临一场灾难。冲绳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可能沦为战场的担忧，也需要与中国保持沟通。当然，他们更要反对日本将冲绳变成军事重镇的战略。第2件事更有意思，日本媒体声称中国已经改变了在南千岛群岛的立场。日本媒体称，早在1964年7月，中国将南千岛群岛命名为日本领土，并表示苏联应当将其归还给日本。但是情况在中俄高层会晤后发生了改变，中国首次提出在日俄领土争端上不站队的立场，日本显然有点受不了了。其实中国是否在历史上认同南千岛群岛归属日本，只是日本人的一种理想化的理解。毕竟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处于冷冻期，中国那个时候在南千岛群岛上的表态对日本有利，不等于中国就支持南千岛群岛归属日本。之后中国虽也未完全表明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中立的表现。其实南千岛群岛问题归根结底还需要日俄2国协商解决，中方的中立态度只是展示了某种姿态，并不会影响日俄2国领土争端的走向。日本人完全没必要玻璃心，但是这2件事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发。中国要想反击日本，除了该有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手段以外，也可以另辟蹊径。冲绳人民不想要战争，我们就先想办法把这部分友好力量争取过来。日本对南千岛群岛非常敏感，中国越要重申自己的中立立场，别让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抱有幻想。从日本加入美国芯片设备出口限制的情况看，这个国家是铁了心要走上对抗中国的道路，而且他们似乎认定美国会胜利，所以敲打日本是必须的，而且到时候还得下点狠手。好，今天的评述就在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